那我们进入介绍这个《转身的幸福》这本书。那我在第一本书的时候，其实当时就是闯出一点名号，是因为我大部分都在写婚姻相关的东西。那其实我要讲一个，就是说我在写这个粉丝团跟出这本书之前，就是很坦白的说，其实我们事务所几乎没有什么家事的事件。我只是觉得说，以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的话，写这个婚姻的事情比较容易引起女生的共鸣。所以一开始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不是当事人的故事，我就是想象很多这个法律条文之下呢，可能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会因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去适用，所以呢才会写出一个第一本书也是，但好像26还是27篇的那个跟婚姻相关的案例，但它事实上不是我们当事人的故事。那后来呢，就是我们师傅觉得，因为这1年半来讲，大部分的案件几乎都在，就是因为我自己写作的关系，几乎所有的案件，整个事务所我们现在有5个实习律师，然后4个受助律师，包括我老公就是将近10个律师，我们几乎通都在办家事，就是因为这1年多来的一个这个出书跟粉丝团的关系。但我后来想想，就是写到第3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要不一样，就是其实女生除了婚姻之外，觉得面对的问题很多。那我也会常遇到说很多女生，她为了婚姻的事情，婚姻的关系不幸福、不顺利，或是走到离婚的时候呢，她会觉得说，我好像觉得我的人生很失败，然后什么婚姻居然没有弄得很好。那其实我觉得女生啊，就是我在这个书里面想表达，就是说女生要面对的其实不只是婚姻，你要面对的难题也不是只有婚姻而已。所以到第3本书的时候，这29个故事里面，我其实分成20岁、跟30岁、跟40岁以后，就是在不同的年龄层，其实你会遇到的困难跟难题、抉择，然后甚至牵涉到了法律问题都不一样，而不是只有婚姻问题而已。所以当初这个书在一开始的概念的时候，跟这个我的那个编辑在讨论这个书要写的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把它想说20、30、40。那当时刚好有一部电影叫做《20、30、40》。然后她是那个林依晨演的，然后也是在里面有3个不同的年纪的女生，然后遇到不同的难题。那女生也会因为你在不同的年纪的时候，你在面对难题，你的处理的动机不一样。就像我自己，我说我在20岁的时候跟我老公在一起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老公的梦想就可以是我的梦想，这样。但是我觉得起码到我这个年纪，我应该是大家猜是30还是40？对，我是属于要先看见我自己，我才能看见40岁的看见世界的那个年纪啊。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女生你在不同的年纪，你的历练不一样。就像我可能在1年多之内，在事务所看到的案例的时候，我一开始觉得说，可能不是只有爱就可以喂饱你自己，然后喂饱你的人生，还有很多事情是你可能得去实现的，你得去完成的。所以呢，这个是这本书的起源，就是女生的一个年纪上的变化，然后也会因为你在不同年纪的时候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所以你在处理事情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这是一本从15岁到65岁都用得上的法律书。所以像我这个故事里面的第1篇，就是属于一个15岁女孩的故事。那我来就是讲这个书里面的，等一下会讲几个故事。那我先来讲一下好了，就是15岁的女孩子会有什么故事呢？大家觉得15岁的女生最重视的是什么？爱情嘛，对不对？对，15岁的时候大概是在国3的时候，大概想的就是隔壁那个打篮球的男生很帅这样，大概是。但你当时也会想到这个打篮球的男生不知道未来就1个月可以赚多少钱，然后家里怎么样，有没有养得起小孩，你就不会想到这个嘛。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园的时候，在讲这个15岁的故事的时候，就讨论到说，当15岁的时候，女生如果说她想谈恋爱的时候，然后跟另外一个男生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以我们事务所来说，其实碰到好几次，就是这个15岁的女生，但15岁的女生她可能脑袋里想的是爱，但是超过15岁的男生到20岁之间，他想的是什么呢？性，对不对？所以我们通常事务所进到我们事务所会听到的故事，当然就是一个15岁的小女孩，然后跟一个大于15岁的男生就是发生性行为的事情。所以第一个故事就是说，当一个未满16岁，就是15岁的女生跟一个男生发生性行为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其实像我们现在的法律就是规定说，当你如果跟一个16岁以下的男生或女生如果发生性行为的话，即使他是心甘情愿、两情相悦，这个还是属于妨碍性自主的行为哦。所以不管你是男生，像其实之前新闻就有提到说，一个单亲妈妈，
他是爱上了这个女儿，他女儿是10几岁，然后爱上了女儿的男朋友，然后他的女朋友我记得好像是14、15岁，最后他居然就是跟这个女儿的男朋友就是发生了感情，而且还怀了这个女儿的男朋友的小孩，这个是社会的新闻啊。对，所以呢，你可能会讲到说，一个那个未满16岁的女生的发生性行为这个故事有违反这个刑法的妨碍性处罪，可是其实社会上现在倒过来的状况也很多，就是就是大家，如果你跟一个未满16岁的男生发生那个性行为的话，其实他也是属于妨碍性自主的行为，而且都是有好几年的那个刑法上的刑度，但是。后来当我们就是自己看到这些案例的时候啊，其实你会看到判决里最后有很多结果其实是男生可能会是判缓刑啊，如果他是第一次发生的话，因为通常来讲还是会认为说他其实是属于一个两情相悦的行为，然后如果说这个通常那个女生一定不会想要告男生嘛，因为她就是爱上这个男生，所以才会跟这个男生发生一个性行为。那通常其实，在法官这边在处理的时候，他就会询问这个爸爸妈妈，其实会提到的通常都是爸爸妈妈啦。爸爸妈妈可能就是故事，大家都是在女儿的日记里面发生说，什么巨细靡遗都写出来，对。然后写出来之后，当然就带这个日记去提告啦，对。那通常这个男生就是出来之后呢，就是法官就会问说，那是不是有什么和解的条件啊？然后可不可以说这件事情就算了？所以我们看过的故事里面，就是有些人他是其实是最后这个男生就是娶了这个女生。然后或者是说，他可能有付出一些和解金给这个爸爸妈妈，当做一个精神的抚慰金，然后最后这个案件可能就透过和解的方式，然后让这个男生取得缓刑。但是也有遇过说，那个男生就每次发生性行为的都是不同的未满16岁的女生，那当然这个男生可能就有问题了。所以如果说像在这样的状况下，很可能这个男生就会被送进大牢里面。所以一开始要讲就是说，那个女生啊，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当你未满16岁，你在很小的时候，你也不是随便就可以跟人家发生性行为哦，因为你可能会害到对方的男生。所以像我自己啊，自己就是现在有个儿子7岁，然后我最近又看到几个判决，然后又看到手上自己事务所的案例的时候，我就每天都很担心，就是很想跟他讲说，你跟人家发生性行为的时候，拜托看一下那个身份证，我真的很怕人家。对，现在如果以我们事务所的知名度，可能跟我要个300-500万，而且我也是得付出来，不然要把我的儿子送进大牢嘛。对啊，所以其实是要很小心的。所以从15岁开始呢，就有这个有可能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就是你可能用你的爱情的想法来想你的感情，但是最后可能不小心就把这个男生送进大牢。如果这个你的爸爸妈妈就是真的就是不愿意跟对方和解，好，那我觉得就是15岁开始之后呢，我来聊几个就是我们常常被问到的法律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当一个女生未婚怀孕的时候，然后男生却不跟他结婚，然后那女生已经肚子大啦，也拿不掉啦，那他可不可以跟那个男生求偿呢？那我记得我以前曾经被问到过啦，就是被一个妈妈问，就是她的女儿怀孕了，然后未满20岁，好像也未满18岁吧，不过满16岁啦，不过她先过了第一关，就是没有这个未成年发生性行为的问题。可是呢，女儿很爱这个男生啊，所以才跟他发生性行为，然后也怀孕了，然后回家跟妈妈说：“妈妈，我怀孕了。”哇，这个妈妈当然就要主持公道啊，他就去找这男生说：“那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男生说：“没办法，因为这男生可能搞不好男生也未满20岁，男生也很年轻，就是我也养不起小孩，说结婚，这男生也没有打算要跟这个女生结婚。”那这个妈妈就来问我说：“那律师娘，我这样我可以去告那个男生吗？要求他精神赔偿，然后因为他让我这个未成年的女儿怀孕了。”然后最后却不娶她，然后这个对我女儿的贞操啊、名节啊都有损害，那我要求精神赔偿。那大家觉得这可以请求精神赔偿吗？觉得可以的请举手。不错嘛，大家都可以去考律师了。其实是不可以的，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有注意听的话，其实你跟一个女生只要发生性行为，她只要满16岁，她是心甘情愿的话，其实就不会有那个妨碍性自主的问题。那即使她怀孕的话，其实这个女生可以请求的也是只有这个法律上就是养小孩的这个抚养费，然后就是不会有任何精神上的赔偿。
所以我们我们就是要跟等一下跟妈妈沟通，那妈妈当然很不能接受啊，就觉得我这个女儿这样才十几岁，然后有了孩子了，然后孩子大了也拿不掉，那以后她的人生怎么办呢？可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啊，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已经小孩也没有办法拿掉了，然后就是已经很大了，然后最后真的得把小孩生出来的话，其实是真的没有办法跟对方求偿。那你唯一可以做的第一个就是说，法律上有一个叫做强制认领的诉讼，就是你要先去找这个男生来验 DNA。然后告他，然后请求他认领这个小孩。那等他认领这个小孩之后呢，你才可以跟这个男生去求抚养费。所以我觉得女生这个部分当然就是比较吃亏啦，因为怀孕辛苦的也是你，然后小孩最后跟在你身边，但是可能在法律上并没有办法去保障说，当一个人就是让你怀孕之后，最后却没有去负责任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对他请求什么样的赔偿。所以，其实会想要写这些故事是这样的。我觉得有的女生很傻，就是当你在遇到感情的时候，可能就会特别的感情用事，然后觉得说爱情为上。可是其实，在法律上，当你觉得真的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法律其实有时候并不是保全的那么保障的那么周全。所以那时候当时写这个，其实也是常常被问，就是被问到说，她未婚怀孕啊，或者未成年怀孕，那怎么可以去请求赔偿？那以现在以未成年的怀孕来讲，如果说依优生保健法，其实未成年又未婚怀孕的话，你只要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当然可以去做一个人工引产的动作。可是毕竟是伤害小孩的生命，所以通常其实现在有很多基金会就是在做这个中继管理的工作。所以说，如果真的是不小心遇到这个事情，包括你身旁的小女孩们啊，或是遇到亲戚的小孩们，如果真的遇到这种事情的话，其实是可以去找这些中继上，然后让小孩去被收养，然后不需要说要去做这个人工领养的动作。但是对男生的部分的话，真的是很没有办法，因为有的男生虽然你可以请求他强制认领跟抚养费，可是说他如果名下没有财产的话，其实对女生这边几乎算是求偿无门啊，你可能连抚养费都拿不到。那这个是我其中书里面的一个故事。好，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哦，我觉得应该一般人比较少见。就是说呢，这个女生呢，她是做一个比较像爱情包养的这种工作，就是她在社团里面呢，就是会寻求说，有没有男生就是愿意提供给她一些金钱上的支援，然后她可以就是长期做一个长期的陪伴她的工作，然后就是算是一个金钱关系。然后我遇到这个故事呢，它是属于我之前在新闻里面看到一个算是社会的故事啦，然后。它里面这个女生呢，就是跟这个男生被包养一阵子之后呢，就后来才让她不小心发现这个男生已经结婚了。可是当初这个男生跟她做这个包养的行为，这个男生并没有跟她讲说他已经结婚了。那女生就会觉得说，虽然我是金钱上的关系被包养，可是我不想要当人家的第三者，她不想当人家的小三，所以她觉得呢，她在这个事情上她被欺骗了，所以她就问律师说，那我可不可以告这个男生诈欺？因为他当初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跟他确认过说，我希望包养我的不是一个已婚的男生。那他已婚的话，那他不小心让我做第三者，我可不可以告他？就是侵害我的权利，然后我被诈欺了。那大家觉得就是可以提告吗？不行，对不对？那这个案例比较特殊，我们来讲说其实呢，在过去就是我有看到一个社会新闻，她是一个空姐。这个空姐呢，她当初她其实是以认真交往跟一个小开在做以结婚前提的交往，然后这个男生也答应她会娶她，结果相处了好几年之后，她才发现这个男生其实是已婚的。那因为现在的婚姻状况很特别嘛，就是有的人可能是太太在国外，有的是太太在南部，有的跟太太正在分居中，所以或许他有时候真的有办法做到，就是跟这个女生在一起，但是没有让这个女生有办法让这个女生不知道他已婚。然后在过去这个社会新闻里面呢，其实这个空姐后来就是在知道这个男生已婚之后，她就跟这个男生提起赔偿。那他提起赔偿的这个请求是什么？叫做请求他赔偿他的贞操权。那后来呢，这个社会就是这个判决里面，法官也判给他喽。他判这个已婚的小开要赔偿给这个未婚的空姐100万的精神赔偿。那原因是什么呢？这个法官认为说，当一个人一个不管是男生女生啦，你想要跟另外一个人要不要发生性行为的时候，其实他是有一个贞操的自主权的。我可以决定说我要不要跟这个人发生性关系。所以当然为什么会有妨碍性自主这种罪名，就是因为你侵害了我的贞操权，你侵害了我可不可以跟别人发生性行为的这个权利。
那在这个空姐的案例，虽然她跟这个男生发生性行为的时候呢，她并没有就是被强暴啊，或是透过一个暴力的方式，可是她是被欺骗的状态下，然后才跟这个男生发生性行为。因为这个空姐可能认为她是洁身自爱的，她不要当人家的第三者。结果我跟你交往了3年之后，才发现我居然整整当了3年人家口中的小三。对，那后来法官认为说呢，在这个状况下呢，这个空姐要不要跟一个已婚的人发生性行为，已经受到这个决定权已经受到这个男生的侵害的，所以最后呢，他是认为说这个男生就是侵害了这个空姐的贞操权，所以最后判给这个空姐100万。可是同样另外一个新闻里面，就是另外一个故事里面，这个女生呢，她在包养里面，最后居然她请求赔偿是被驳回的。那就很特别啦，为什么同样是被欺骗已婚，可是一个拿到100万，一个被判决被驳回呢？那故事里面这个法官就认为说，因为当你把这个你们双方发生性行为关系已经移嫁到这个金钱上面的时候，他认为说你只是以金钱的关系来决定你们要不要发生性行为，等于就是说给钱你就会跟他发生性行为，没有给钱你就不会跟他发生性行为，所以他认为他在决定要不要发生性行为的时候，并不是以用已婚未婚来做判断的。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法律上是很细致的虽然同样是欺骗一个女生已婚，然后跟她发生性行为，可是，在刚刚我们讲的那个空姐的案例里面，这个空姐就拿到了100万的赔偿，可是这个女生却最后没有拿到了这个赔偿呢，她的判决是请求是被驳回的。那这个其实都是属于社会的案件啦。然后我觉得法律上的东西就是这样，就是其实一旦一点点细微的差别，然后对这个被害人的权利就有很大的差别。以我自己个人立场，还是觉得说，我觉得说这个女生真的完全没有拿让赔偿，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公平啦。因为我觉得你想不想要当人家大家口中的第三者，其实是一个就是你自己要决定的权利。所以真的差到100万跟0元，我觉得在法官的判决上还是值得去探讨。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好，那对，这个我刚把这2个故事一起讲，所以这个36岁的她就是属于那个空姐的故事，就是她本来以为她可以嫁给一个小开了，然后最后居然发现这个小开已婚，然后最后还会跟这个小开请求侵害贞操权的损害赔偿。然后另外我要讲到一个故事是这个结婚20年，就是丈夫居然可以诉请婚姻无效。然后因为以前早期的民法是采仪式婚，所以只要有举办这个婚礼的话呢，那其实那个结婚就是有效。可是当时因为采的是仪式婚，所以如果你只有做登记的话，其实你的结婚是无效的。可是很多以前的人不知道，他就想说没有钱办婚礼你可能在家里吃个饭那因为我们仪式要公开嘛，如果你只是在家里吃个便饭的话，其实这个公开仪式是不生效的。所以在这个案例里面呢，这个女生就是当年因为她这个先生呢可能经济环境也没有很好，那也没有能力举办一个婚礼，那想说那就是等那个男生经济能力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再来办婚礼，我们就先去登记好了。那大家不要想说这个是这个以前的故事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也常看到说很多女生，譬如说她可能是未婚怀孕，然后一时之间大家也没有，男生没有办法提供给她一个很好的婚礼，所以大家都想说好，那等我们环境比较好的时候来举办。那我们的民法是96年修正的，就是从96年开始才是登记婚，在那之前的话是仪式婚。所以我们也遇过说，女生的部分就是在96年以前结婚，其实她现在像这个女生也才30几岁，可是她当年的婚姻就变成会有无效的可能性，因为在举办仪式婚的年代，就是96年以前，如果你只有登记而没有做公开仪式的话，其实结婚是无效的。那在这个案例里面，这个女生就是这样，20年前她跟男生结婚的时候，就是只有登记，然后没有办仪式婚。结果过了20年后呢，这个男生跟她讲说，那我们的婚姻是无效的，所以你根本就不是我老婆，我们连离婚都不用。那财产都在这个男生的身上，那女生不是很可怜吗？因为结婚了20年，她说不定在当家庭主妇然后当家庭主妇说还没有收入，钱也全部都在老公那边。本来以现在的法律来讲，大家都知道说，夫妻分开的时候会有一个财产分配的请求权，所以可能可以跟对方要一半的财产。那这个时候就跟老公就跟老婆说啦，人家那个是夫妻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我们2个又不是夫妻，对，一开始就无效，根本这个婚姻从头到尾都是假的。那你怎么跟我请求剩余财产分配？那时候在写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后来呢，其实当然最后就有做一个解答，然后给大家一个公平正义的立场。其实像这样的状况，我们的法律早就有考虑到了。
就是假设你真的在民国96年以前，你做了登记人没有做公开仪式，然后结婚承认了这个无效的状况的话呢，其实法律明牌是有规定说，就是即使是婚姻无效，它跟离婚的效果是一样的。那因为婚姻无效是要透过法院来确定嘛，所以假设对方去对你提一个这个离婚无效的诉讼，然后法院真的判决无效，那你会觉得不公平，就我们明明就登记了，可是如果你当年真的没有做公开的仪式的话，最后这个婚姻真的会被判无效，然后这个也真的不是你老公，那个也真的不是你老公。可是呢，在法律里面它其实有规定说，它跟离婚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最后呢，太太还是拿到了这个剩余财产分配。所以这20年来，她跟先生共同付出的努力，赚到了钱。那在钱的方面，她还是有得到公平正义。可是最后这个婚姻真的就是无效，所以还是要很注意。那以现在而言的话，等于是倒过来，在民国96年以后就是登记婚。所以即使你办了公开仪式，然后去举行了婚宴，如果最后没有去登记的话，那婚姻其实是也等于没有发生效力，还是属于就是不是夫妻的状态。好，那这个是这个故事。那最后呢，我讲到说，刚刚讲到15岁，然后30几岁，然后刚刚婚姻的里面呢，可能这个太太是50几岁。那我的书里面最后呢，用65岁来结束的话，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就是说那个女生啊，现在很多女生都是在因为女儿都比较贴心嘛，所以很多到晚年的时候，就是父母亲走之前，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女儿在照顾。那其实我听过一个，就是算是亲人之间的故事，就是这个故事想讲的就是安宁缓和医疗，就是现在的科技医疗比较发达嘛，那很多人在走的时候，其实他可能心智不是很清楚，然后可是他的身体状况是好的。那有时候呢，可能遇到了一些意外，比如说跌倒什么，被送进急诊室的时候，那医疗当然很好，它的医疗的技术就可以让你，就是它透过心肺复苏啊，然后或是各种急救的方式啊、电击啊这些，它可以让你的身体就是呼吸啊，或者是心跳还继续。可是最后你人其实是不清楚的。那我遇到2个案例哈，一个案例就是说，这个老人家在走的时候，他就是医生就说，那其实他现在状况很不好了，你就算把他救起来也是植物人嘛，那你要不要接受说就是放弃医疗，然后不要让他这样活着？那其中第一个案例就是说，亲人后来讨论之下，没有人敢去签那个同意书，签说放弃急救，因为他们可能是比较传统的家庭，那觉得说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帮你签，大家都不想签，最后没有一个人出来签这个急救。那当然那个医生也不敢随便放弃急救啊，最后他就用一些比较急迫的方式去急救这个老人，最后这个老人居然最后就是又救起来了，可是他意识就是意识有一点清楚，但是他的整个身体状况都是不好的，所以他包括要用插管啊，然后因为也怕他去抓插管，所以他的手脚什么都是绑起来的。然后这个老人家就在这个床上沉躺了1年，当了1年意识清楚的植物人，就是他不能动，然后要灌食，然后要插管，然后呼吸器，然后所有手脚被绑住，然后就等于整整折腾了1年。所以后来子女就很后悔啊，如果当时有人愿意出来签这个急救同意书的话，就不会发生这个效果了。那后来呢，我又听到另外一个案例是这个女儿很勇敢，女儿就出来，因为妈妈都是她照顾的，她知道说妈妈一定不愿意这样，所以她最后就去签下那个放弃急救同意书。但因为她可能先前跟这个兄弟姐妹有一些争执，结果这个哥哥就出来告这个女儿跟医生共同谋杀。那当然最后这是不会成立的啦，可是最后呢，女儿却那个就是需要去跑这个诉讼。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想告诉大家说，现在在缓和医疗里面，我想有些人可能有接触到说，其实你是可以在生前，甚至在你这个年纪就签下一个放弃急救的一个同意书，放弃心肺复苏啊，或是放弃维生医疗，像插管这些。那如果没有透过这些急救，你的生命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的话，那医生就让你顺的走了。那其实如果说你现在去做签这样的，跟卫生署签这样的同意书、意愿书，然后最后又在你的健保卡上做注记，那其实你的亲人就不需要在你生命的最后去做这样的争执。那签下的人也痛苦，因为我听说一个签下的朋友，就是他最后一直都在想说，到底我不签，妈妈会不会继续活下去？对啊，所以对这个未亡人来讲的话，其实你不要去签这个同意书是很辛苦的。但我觉得，当坦白说到，我自己还没有去签啊，就是签这个同意放弃医疗，因为毕竟要一个30-40岁的人去做这样子的就是签下上放弃对自己生命急救是很困难的。可是其实也会提醒到说，如果你到60几岁的时候，真的要去想想这个问题，因为当你没有做的话，就是未亡人其实最后身后的那些争执跟痛苦，就
就是其实你都会觉得很舍不得他们承受。那这个是29个故事里面的其中几个。那这是我的赖账号，如果说大家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再继续做交流。好，谢谢大家。